订婚宴上举杯同庆，10万彩礼到手，金戒指戴上，人人都在祝福这对即将步入婚姻的新人。可谁能想到，宴席散场后的几个小时，这场本该甜蜜的婚约，却变成了一场足以毁掉2个人一生的噩梦。男方被警方带走，最终被判有期徒刑3年；女方退还全部彩礼，却要承受网络暴力和身心创伤。都订婚了，发生关系怎么算强奸？收了彩礼就该默许？女方是不是故意设局骗婚？无数争议席卷全网，这起入选最高法案例库的订婚强奸案到底藏着怎样的真相？今天我们就顺着完整的时间线，揭开这场情理与法理碰撞背后的每一个细节。2023年1月30日，山西大同，经婚介机构介绍，席某某和吴某某相识了，2个人都是奔着结婚去的。相处了几个月后，感情还算稳定，很快就敲定了婚约。按照当地习俗，双方约定了18.8万元的彩礼。男方承诺结婚1年后会在房产证上加上女方的名字。这本是无数普通情侣走向婚姻的常规操作，没人觉得有什么问题。5月1日，席家热热闹闹地举办了订婚仪式。当天，席某某一家通过婚介给吴某某送了10万元彩礼和一枚7.2克的金戒指。亲戚朋友齐聚一堂，举杯欢庆，说着早生贵子的吉祥话。5月2日中午，女方又宴请了席某某家人。宴席结束后，席某某带着吴某某回到自己位于阳高县某小区14楼的家，想着让准新娘熟悉一下未来的婚房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个看似温馨的安排会成为噩梦的开端。2个人在屋里休息到下午5点多，席某某突然向吴某某提出要发生性关系，可吴某某早就明确说过自己不接受婚前性行为，他当场就拒绝了。但席某某并没有就此作罢，他不顾吴某某的反抗，强行脱掉了他的衣服。吴某某拼命挣扎，一只手被席某某死死抓住，另一只手用力推挡。混乱中，榻榻米上的窗帘都被他扯了下来。即便如此，席某某还是违背他的意志，强行与他发生了性关系。事后，吴某某又怕又气，冲进卫生间反复冲洗身体，只想赶紧离开这个让他恐惧的地方。可席某某却控制了他的手机，还把他反锁在屋里，自己下楼去取车。等席某某回来，吴某某的情绪已经崩溃到了极点。他用点燃的卫生纸烧榻榻米边的柜角，又用打火机点燃了客厅的窗帘。这是一个绝望女人的反抗，她想通过这种方式引起注意，或者至少能找到逃跑的机会。席某某见状，赶紧取水灭火。吴某某趁机冲出房门，顺着步梯跑到了13楼，一边跑一边呼救。可还没等他找到帮手，席某某就追了上来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臂，硬生生把他拖进了电梯。监控视频清晰地记录下了这一幕。电梯里，吴某某坐在地上，用脚拼命蹬着电梯桥箱反抗，可力气远不如席某某，最终还是被他强行拖出电梯，拽回了14楼的家里。也许是吴某某的反抗太过激烈，也许是怕事情闹大，席某某最终同意送他回家。在路上，吴某某的母亲打来了电话，席某某这才把手机还给他。刚接通电话，吴某某就忍不住哭了出来，对着母亲哭诉自己被席某某强暴了。当天晚上，在母亲的陪伴下，吴某某拨通了110报警电话。电话里他一直泣不成声，那份恐惧和委屈隔着电话线都能感受到。案发后，吴某某的家人其实还想给这段关系留一点余地。为了促成2人的婚姻，他们多次找到席某某及家人沟通，提出可以让2人尽快登记结婚，剩下的彩礼钱也先不用给，但要将房产证加名字的时间提前，只希望以此减少对吴某某的伤害。可席某某一方没有做出任何回应，既没有道歉，也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。无奈之下，吴某某只能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。他把10万元彩礼和金戒指都退还给了婚介机构，可席某某一家却以各种理由推脱，始终不肯领取。
报警后，公安机关很快介入调查。5月4日，警方给吴某某做了身体检查，结果显示他的手腕、双臂上都有明显的淤青，这些伤痕正是反抗时留下的直接证据。5月5日，公安机关正式立案侦查。席某某经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接受调查，但案件的关键还是要看完整的证据链是否能形成。很多网友传言，这起案件的定罪全靠一段电话录音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二审审判长在回应时明确表示，本案的证据确实充分，形成了完整的闭环，足以认定席某某的强奸行为。我们不妨逐一看看这些关键证据。首先是物证和鉴定意见。警方在案发现场的榻榻米上提取了花格床单，经过鉴定，床单上的可疑斑迹中检出了席某某的精斑，还有席某某和吴某某的混合 DNA 基因分型，这直接印证了两人发生过性关系的事实，为案件奠定了基础。同时，现场勘查笔录显示，卧室的窗帘被扯下，客厅的窗帘有被点燃的痕迹，这些现场痕迹和吴某某描述的反抗过程完全吻合，不是凭空编造的。其次是言语证据和录音资料。席某某在侦查阶段供述了与吴某某发生性行为的具体细节，而这些细节和吴某某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，没有出现矛盾。更关键的是，吴某某母亲与席某某的通话录音里，母亲问他：“但是你把某某强暴了，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东西，是吧？”席某某回应：“哦，对。”打电话的第一句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：“你们订婚是不可否认的事实，对吧？”我孩子说：“啊。”那他说是强暴那个谁，是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当时我孩子的状态他已经不在状态，我孩子发生事儿，他的情绪也比较激动，基本上没有就是理解他说的是啥意思吧。他还认为是就在楼道里拉拽，比如说强暴，把他抱出来了，就是那样的，所以他就了2声。行车记录仪的音频里，席某某也说：“我既然敢做，就敢担这个事情，我从来也没说我没做。”这些都相当于席某某间接承认了自己的行为，是非常有力的证据。此外，110接触警录音、吴某某母亲的证言都能佐证吴某某事后的情绪状态和报案的及时性，排除了事后反悔诬告的可能。还有一个争议点，有网友说吴某某的处女膜是完整的，这是不是说明没有发生强奸？针对这个问题，审判长专门做了回应。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认知误区，医学上早就形成共识，发生性行为是否导致处女膜破裂和性行为的程度、个体差异都有关系。处女膜状况既不能证明是否发生过性行为，更不能作为认定或否定强奸的依据。我国的司法文件和相关案例也早就明确了这一点，所以这个辩护意见最终没有被法院采纳。2023年12月21日，山西省阳高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被告人席某某犯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法院考虑到席某某和被害人是恋爱关系，而且经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，所以酌定从轻处罚。但席某某不服，提出了上诉。他认为两人已经订婚，不能算强奸。这起案件也因此进入了2审程序。一审判决后，这起案件迅速在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，支持和反对的声音激烈碰撞。核心争议点只有一个：订婚了就意味着女方默许发生性关系吗？支持席某某的一方认为，都订婚了，收了彩礼，办了喜宴，不就是准夫妻了吗？发生关系很正常，怎么能算强奸？女方是不是因为彩礼没谈拢，故意设局陷害？甚至有人觉得这是悔婚，反咬一口。而支持吴某某的一方则坚持，订婚不是结婚，就算领了结婚证，违背意愿发生关系都可能构成强奸，更何况只是订婚。性同意是明确的，不是默认的。女方早就说过不接受婚前性行为，男方就是明知故犯。这些争议的背后其实是传统习俗和现代法律的碰撞。很多人受传统观念影响，觉得订婚即准夫妻，收了彩礼就意味着以身相许，
但法律层面却有着明确的规定。我国刑法第236条明确指出，违背妇女意志，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，就构成强奸罪。这里的关键是违背妇女意志，和双方是否订婚、是否收彩礼没有任何关系。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就明确表示，性的自主权是专属于个人的，不会因为订婚就丧失。强制的性行为侵害的是对方的性自主权。订婚在法律上不等于婚姻关系，不能以地方风俗为由否定强奸的成立。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车浩也认为，订婚和彩礼都不是排除强奸罪的理由，只要没正式结婚，违背对方意志强行发生关系，在定性上没有模糊地带。而且法院在审理中也查明，所谓女方骗婚、索财不成反告强奸的说法完全是不实传言。吴某某没有婚史，之前只通过婚介相过一次亲，没有涉及彩礼纠纷，和席某某交往也是奔着结婚去的。案发后，女方主动退还了全部彩礼和金戒指，是席某某一方拒绝领取，还坚持起诉要求返还彩礼，最终被法院驳回。这些事实都说明吴某某没有任何骗婚的动机，他报警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，席某某的母亲作为辩护人之一，在案件审理期间多次擅自把涉及吴某某个人隐私的信息发布到网上，对吴某某造成了2次伤害。因为本案涉及个人隐私，法院依法采取了不公开审理的方式。而根据刑法第308条之一的规定，泄露不公开审理案件的隐私信息，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。最终，2审法院依法对席某某的母亲进行了训诫，这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：维护权益要靠法律，而不是靠泄露隐私、网络暴力。2审期间，法院其实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，因为这起案件有别于普通的强奸案，双方原本有婚约，为了化解矛盾、修复社会关系，法院多次组织双方沟通、释法说理。席某某也曾自书悔过书，向吴某某赔礼道歉。当时法院甚至考虑过适用缓刑。按照我国刑法第72条之规定，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，如果犯罪情节较轻，有悔罪表现，没有再犯罪的危险，而且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，就可以宣告缓刑。从表面上看，席某某主动到案，有悔过表现，犯罪情节相对较轻，似乎符合缓刑的条件。但最终法院还是维持了3年实刑的判决，这背后有2个关键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席某某拒不认罪，虽然他之前写过悔过书，但在2审庭审中，他又推翻了之前的说法，明确表示不认罪。而社区矫正机构在进行调查评估时发现，席某某没有真正的悔罪表现，也没有取得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谅解，不符合社区矫正的要求。第2个原因是席某某的父母不配合，评估机构调查时，他的父母明确表示不同意对席某某判处缓刑，也不愿意接纳和配合监督。这2个因素加起来，导致席某某不符合缓刑的法定条件。2审法院最终在2025年4月10日作出裁定，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与此同时，本案的婚约财产纠纷案也进行了2审宣判。法院查明，吴某某早在1审立案前就把10万元彩礼和金戒指退还给了婚介机构，婚介多次通知席某某一方领取，但他们一直拒绝。2审期间，法院把财物带到法庭，席某某一方依然不领取。法院认为，男方本来可以通过领取财物实现返还彩礼的目的，却故意推脱，所以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。这2个判决结果其实都体现了以事实为依据、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。强奸罪的认定不看是否订婚，只看是否违背妇女意志；彩礼的返还不看是否闹僵，只看是否实际持有财物。法律既没有因为订婚就偏袒男方，也没有因为被害人身份就纵容女方，而是严格按照事实和证据做出了公正裁判。
如今山西订婚强奸案已经尘埃落定，席某某要在监狱里度过3年时光，他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。吴某某虽然赢了法律的支持，却也承受了身心创伤和网络暴力。这段痛苦的经历可能会伴随他很久，两个家庭从原本的亲家成了陌路，曾经的祝福都变成了遗憾。这场悲剧里没有赢家。这起案件之所以能入选最高法的案例库，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，不仅仅是因为它涉及订婚和强奸这2个看似矛盾的关键词，更因为它戳中了很多社会痛点。传统婚姻观念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冲突，性同意权的边界，亲密关系中的尊重问题。有人说，这起案件的判决彰显了法律对妇女权益的保护，明确了订婚不等于性同意，打破了彩礼捆绑性权利的错误认知。也有人说，判决太严苛，毁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，应该给更多调解和修复的机会。还有人反思，在婚恋关系中，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，都应该学会尊重对方的意愿，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。其实，法律给出了是非对错的答案，但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却没有标准答案。订婚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是对婚姻的承诺，还是对彼此的尊重？亲密关系里如何把握尊重的边界？传统习俗和现代法律该如何更好地兼容？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。或许这起案件最大的意义，不是让我们站在某一方的立场去指责谁，而是让更多人明白，性的自主权属于每一个人，不会因为订婚、结婚或者任何其他关系而丧失。尊重他人的意愿，既是道德要求，也是法律底线。而当权益受到侵害时，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，才是最有力的保护。这场关于订婚、尊重与法律的讨论，不会因为判决的生效而结束。屏幕前的你，对这起案件有什么看法？你觉得订婚应该意味着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，我们一起理性讨论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是小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